在樊振东和张本智和的那场比赛里面，其实我们都看到您的眼眶是红了的，不知道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呢？我觉得确实那场比赛是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因为王楚钦在单打那一条线已经输了，而樊振东面对张本这场比赛开局又0-2落后，然后一直咬到2-3的时候，还是遇到了很多困难。樊振东还是非常顽强的，通过自己的意志，通过自己的战术，通过自己的技术，一分一分一咬。我觉得那一刻，不光感动了我，也感动了所有运动员或者是观众。马龙，欢迎大家收看新华体育约大牌。今天我们拿到了这么样一个成绩，我们都特别为您感到高兴。那现在来说还是非常开心和骄傲吧。其实来到这个奥运会的赛场，我觉得不同于其他的比赛，还是会感觉到压力，而且毕竟今天又是面对着非常强劲的瑞典队。当你获得最后一个球赢下来那一刻，还是所有这种压力还是会释放掉。我觉得这一刻是值得享受的吧。您站上领奖台的时候，其实还是仔仔细细的拿起金牌去端详了一下，那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和心情呢？其实我印象里好像之前的几届奥运会自己并没有好好的去看过这个奥运金牌，我也知道可能这是自己最后一届奥运会，所以说在最后一届好好看一眼这个奥运金牌，我觉得首先是有必要，而且我也觉得这一刻是确实之前经历的那一些坎坷也好，或者是那个过程也好，这一刻是值得的。那我们回到这个珠穆朗玛峰的山脚下，我们从山脚一步一步往上看，那每一届的经历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第一届奥运会的话，当时对于我来说只有24岁，你所有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在团体赛上场，然后最终拿到这个奥运金牌，成为一个奥运冠军。当你成为奥运冠军以后，其实自己也有期待，当时自己也是把目标又重新放到2016年里约。当时里约的时候，自己也是参加了单打跟团体2个项目，所以当时能够实现自己单打这个目标冠军的这种愿望以后，我觉得作为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算是完美。再到东京的时候，你需要更多的是跟自己的一种较量。我觉得那一个冠军算是支撑自己又过了这3年嘛。我觉得当时其实在东京之前，自己根本就没有想过会有巴黎奥运会。其实这个巴黎奥运会这个之间这3年，我觉得自己其实心里也有很多这种纠结或者是坎坷的时候，因为知道这条路非常不容易，你需要经历很多这种磨难，无论是对手给你的压力、自身的这种状态，以及后来这种赛事的变革，我觉得这些都会受到了一些冲击。但真正最终能够去报上名，然后有这样一个机会以后，我觉得自己就应该调整心态，积极的去面对，然后我觉得自己也是很幸运，跟这种2个队友，大家一起完成了这次比赛的这种任务。我觉得作为运动员，我的职业生涯算是完美的。那您最自豪的一项成就是什么呢？我觉得最自豪的是成为中国乒乓球队的一名运动员，我觉得这是最自豪的一件事。因为其实很多队伍有的时候也羡慕中国乒乓球队这个队员，因为他觉得在一个冠军之势，因为可能乒乓球队有太多这种冠军，大家都觉得能够成为乒乓球队的一员，他不光要能够有非常高的这种高超的技战术能力，可能他的整个修养或者是他的整个格局，我觉得也会做得很好。所以这也是乒乓球队一直以来被大家所尊敬的一点嘛。当您知道自己要当棋手的那一刻，心里更多想的是什么呢？因为确实能够成为中国代表团的这种棋手，我觉得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我不亚于一个奥运会的这种冠军。那天整个作为棋手一切都很顺利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一届起码在比赛之前，我觉得这一刻或者是这一切确实值得骄傲的一件事。因为每届的冠军可能有好几十个，但棋手只有1个或者是2个，一男一女，所以对于我来说还是一辈子最荣耀
或者是最值得记忆的那一个点，就是在塞纳河上举起了中国国旗吧，是成为旗手。那一刻你也会感觉紧张，哎呦，你也会想，万一旗掉了怎么办？而且那天又下雨。所以说，哎呀，你就会也有一些忐忑，就想首先旗别掉了，你可以先别摇起来，所以感觉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在樊振东和张本智和的那场比赛里面，其实我们都看到您的眼眶是红了的，不知道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呢？我觉得确实那场比赛是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因为王楚钦在单打那一条线已经输了，而樊振东面对张本这场比赛，开局又0-2落后，然后一直咬到2-3的时候，还是遇到了很多困难。樊振东还是非常顽强的，通过自己的意志，通过自己的战术，通过自己的技术，一分一分一咬。我觉得那一刻，不光感动了我，也感动了所有运动员或者是观众。网友发现，其实您对其他队伍的运动员都特别的了如指掌，您是怎么做到的呢？我觉得作为一名运动员来说，你会时刻关注到你这些对手也好，或者是这些竞争者也好，你会去关注他们的比赛。很多时候都是我们的主要对手，他们这种表现也都会非常亮眼，也会有的时候战胜中国运动员。所以我们会去对他无论是技战术的研究，还是这个人的这种性格上的研究。当然，其实我们在场上有的时候是竞争对手，但是在场下我们跟无论是瑞典队、德国队，包括日本、韩国，包括这次东道主法国队，大家在场下也交换球衣，其实还是有很深的一个友谊吧。可能外界都特别关注我们的国乒队伍那您作为国乒的一员，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国乒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传统的这样一支队伍，因为它的成功不止于现在，可能上世纪50、6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就是乒乓球，所以它有非常好的传承，这一代一代前辈打下来非常好的基础，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所以我们这一代来说，也是去全力以赴，能够无论是在赛场上为国争光，因为其实技战术或者是规则也在不停的改，每一代可能有一些这个瓶颈也好，或者是需要能够改进也好，所以我们也会把我们所学到的东西去跟年轻运动员传递，这就是中国乒乓球队能够长盛不衰的一个原因。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男队队长马龙。作为一名乒乓球运动员，常有人跟我说，外国人一提到中国就会想到乒乓球，甚至外国的有才的网友会把中国乒乓球的难度重新定义等级：简单、普通、困难、煎熬和中国队。我本来想反驳他们，但一想还是算了吧，实力不允许啊。当然，这只是给大家讲个段子。今天好像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乒乓球队的强大，在中国大家也都喜欢打乒乓球，你可以在学校、社区、公园都可以看到乒乓球台。乒乓球在中国也被视为国球，它为我们带来过无数的荣誉，我们也把对乒乓球的热爱发挥到了极致。我从小也喜欢打乒乓球，在我5岁的时候，我的父母就把我送到少年宫去练球。我父母那一辈的人多少都会有乒乓球情节，记得小时候大人们经常坐在一起看乒乓球比赛，一屋子人隔着屏幕给电视里的运动员们加油。我印象最深的时候是1995年天津的世乒赛，当时自己已经开始学习打乒乓球了。在男团决赛里，中国对瑞典。在这之前，中国男队一直处于低谷期。国乒在1989年和1993年2届决赛里都输给了瑞典队，甚至在1991年连4强都没有打进去。那场比赛，我们全家人坐在一起看了全程。我从小就是一个不太露表情的人，但随着比赛的进行，双方比分一直焦灼着，看着大人们盯着屏幕给中国队加油的样子，看着赛场上中国队员虽然有时会落后，却依然没有放弃的样子，我瞬间觉得我也要给中国队加油，
一股子热血就这么涌上来。最终中国队赢了，时隔6年又夺得了冠军。那场比赛也被称作中国队翻身仗，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中国乒乓球队从此以后所向披靡，而对我的意义就是种下一颗种子，希望有一天我也能代表中国出战，赢得冠军。在这之后，我拼命的训练，参加各种大小比赛，终于在我15岁的时候入选了国家队。进入国家队以后，我每天做的事情就是训练和比赛。中国乒乓球队打球的人太多了，队内竞争激烈，教练是世界冠军，师兄是世界冠军，队友是世界冠军，师弟也必然是世界冠军。当然，为啥大家开玩笑的说拿世界冠军不难，拿全国冠军才是真的难。在这种情况下，队里的每个人都拼尽全力，为了那一个冠军。18岁，我随国家队出征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团体赛，获得了自己的第1个世界冠军。年轻，天赋极佳，这是外界当时对我的评价。但我知道，这还远远不够。在中国，乒乓球是国球，外界对国乒寄予了巨大的希望。作为国乒队员，只能拿第1，拿第2都算输，所以每个人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在国乒队内，只有拿了大赛的单项冠军才可以被认可，所以我需要世锦赛单打冠军、奥运冠军来证明自己。然而，想要获得世乒赛冠军谈何容易？从2007年19岁的我第一次出征参加世乒赛单打项目，但我止步了16强。但从2009年开始，之后的2011年、2013年，我都稳稳当当的进入了4强，但也都在最后一刻被挡在了决赛之外。按照当时刘国梁教练的说法，我已经3次埋葬了自己。世乒赛无缘决赛，好像也成了我的梦魇。下一次世乒赛是2015年，我27岁，刘国梁教练27岁的时候已经拿了大满贯，满身荣誉，正式退役。而我3大赛只在2016年拿了一个世界杯的冠军。然而在2014年世界杯上，我又输了。那次之后，我怀疑自己到了顶点，甚至想到了退役。外战输过，团体赛输过，爆冷出局，领先被反超。我尝试了各式各样的输法，但就算我心里崩溃，却还是坚持日复一日的训练。我不想就这么认输。你们相信吗？当你身处深渊，退无可退的时候，眼前就只剩向上的一条路。2015年世乒赛，我一路打到了半决赛，又是半决赛。从2009年开始，半决赛已经成为了我心理障碍。赛前我积极备战，教练也给我做了心理建设。他对我说：“唯一能战胜你的就是你自己。”还好这一次我赢了，一直赢到了决赛，一直赢到了2016年的奥运会。我终于在我28岁的时候拿到了自己的大满贯。不仅如此，在这之后的2017年、2019年的世乒赛上，我都赢了。虽然在2019年这次赢得很曲折，因为打球的动作习惯和常年的劳损，我左膝盖会有些疼痛。这些年一直在进行着理疗和康复训练。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我因伤退赛了好几次，8个月远离国际赛场，3个月没有碰球，那是我职业生涯最艰难和黑暗的时刻之一。我从5岁学习打球开始，我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没碰过乒乓球。教练和医生带我见了许多的权威医生，中医针灸和西医的理疗交替尝试。那段时间，我的膝盖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没法训练的日子，我只能练习身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就算是身体训练，稍微一上量，我的膝盖就会肿胀和疼痛。到了2019年初，我在2个月时间里，就4次去医院抽出膝盖里的积液。伤病积款马龙，他太老了。6边形战士的时代已经结束了。那段日子，
自媒体上充斥了各类各样的看衰标题。每次被伤病折磨的时候，我也问自己，我还能重新回到赛场上吗？这时，心里另一个声音又冒了出来，为什么要重新回到球场？事实上，在2016年获得里约奥运会冠军之后，我也成了大满贯。在大多数选手看来，28岁的我应该可以选择激流勇退了。说真的，当时我也犹豫过。然而，正当我不知道目标在哪儿的时候，积累的伤病先爆发了。这么长时间不打球，反而让我真正感受到自己是多么热爱这项运动。那几个月里，偶尔可以练一次的我就特别开心。如果我说2016年之前我的目标是拿冠军，那么在这次伤病中，我的目标变成了能够站在我热爱的球台前继续打球。乒乓球已经成为我生命中无法替代和割舍的一部分，它就像住进了我的身体里一样。我太热爱乒乓球了，我怎么能不热爱它呢？就像小时候看着电视为中国队加油那样情不自禁，就像看到我前辈们赢得冠军后亲吻国旗那般深深震撼，就像2019年世乒赛，时隔8个月的我战胜伤病，终于获得冠军，赛后采访说出那句 "I am made in China" 一样，乒乓球跟祖国原来早就融入了我的骨子里。每次看到5星红旗在国际赛场上因我而升起，都是我最幸福的时刻。我终于实现了为国争光这个小时候的梦想。从1959年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荣国团为中国队夺得了第1个世界冠军开始，乒乓球就为中国不断赢回荣誉，赢得尊重。70年代，乒乓外交，乒乓球成为中国和外国的纽带。中国乒乓球队一代又一代的队员，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把这颗小球发扬光大。作为中国乒乓球队的一员，我能做到的就是不问终点，全力以赴。好的，再一次感谢马龙老师的精彩演讲。我也知道我们有很多朋友特别关注我们的龙队，想问一下最近在忙些什么呢？因为去年一直受着疫情的影响，我们比赛都中断，但我们时刻是训练一直保持着，所以说我们一直在积极备战着东京奥运会。当然，今年开始疫情已经有了好转，而且东京奥运会已经如期准备举办，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准备着东京奥运会。然后在上一个星期，我们刚打完那个全运会的预赛，因为今年不光有东京奥运会，奥运会以后还有全国的全运会，所以我们现在的比赛这个阶段已经开始了。谢谢老师。好，那么我们把下面的时间留给我们的现场观众朋友们。हेलो हाय मेरा नाम फ़हद है और मैं जो है वो नानजिंग यूनिवर्सिटी का स्टूडेंट हूँ और मैं आपके खेल से काफ़ी मुतासर हूँ एंड आई थिंक यू आर अ ग्रेट प्लेयर सो माय क्वेश्चन टू यू इज़ दैट ड्यूरिंग योर होल करियर ऑफ प्लेइंग टेबल टेनिस हु इज़ योर बेस्ट राइवल एंड वाई प्लीज़ टेल अस अबाउट योर बेस्ट राइवल थैंक यू 我觉得应该是瓦尔德内尔吧。我觉得这位传奇名将不光是因为他一个人当时对抗了中国6、7代运动员，也不单单是因为他取得了就是他那个时代是最好的成绩一个运动员，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把这种乒乓球带来了艺术感。原来的乒乓球可能显得这种有一些枯燥，但是因为他的出现，我觉得乒乓球带来了很多漂亮球，所以说才会让更多的人喜爱上这个乒乓球。当时不光很多欧洲选手喜欢他，就连中国队运动员很多也都把他当成偶像，所以自己依然还在从他身上在学习中。Thank you, thank you. Professor Ma, buongiorno, io mi chiamo Rachele Longhi, sono italiana e sono una KOL qui in Cina. Volevo chiedere come mai i cinesi sono così bravi nel ping pong? Qual è il segreto della vostra vittoria e del vostro successo? 我觉得确实是乒乓球成为国球，它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它就一直在世界上属于领先的地位。
虽然中间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焦灼，但它一直还是有非常先进的东西。70多年能够累积下来的一个成功的经验，一直传承下来，我觉得作为我们这一代运动员来说，应该是非常幸福。可能从我们打球的时候就已经累积了非常多的经验，可能比相对外国选手来说不用走太多的弯路，所以这也是成功经验之一。另外一个就是，就像我们的教练、队友都是世界冠军。当我们大家平时天天在一起练的时候，无论是研究某一个队员，或者是研究某一项技术的时候，我相信一定比外国的这样个人的这样一个人去研究，应该比他研究的更加透彻。所以是我们另外一个团队的力量也是非常强大的。Malong, maa ngi tudda Mohamed Babou, maa ngi jógee Gambia, maa ngi study Nanjing. Fans yu bëri dañ foog ne sportsman su successful ba pare dafa war a retire pour mu jox new sportsman opportunity. 2016 Rio Olympics, bu nga winee ba pare da nga continuer. Lan moo la motivate pour nga continuer? 我觉得首先还是自己非常喜欢这项运动。28岁能坚持到28岁，我觉得也是因为我喜欢这项运动。所以一方面我喜欢这项运动，另一方面我也喜欢去研究。我喜欢那种我能打出来别人打不出来的那种感觉的这样的球。另一方面呢，我也喜欢体验比赛中那种刺激。当你全力以赴朝着你想胜利那个目标去拼搏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感觉是没有杂念，是特别专注的这种感觉。当然，你能够赢得比赛那一刹那，你这种释放以及那一刻的自豪感，我觉得是在可能平时生活当中很难能够体会到这种感觉，所以自己还是非常喜欢这种赛场感觉吧。好，加油！谢谢。ដំបូងសូមជម្រាបសួរដល់លោកគ្រូ ខ្ញុំពិតជាមានអារម្មណ៍ថាសប្បាយរីករាយមែនទែនដែលបានជួបជាមួយលោកគ្រូគឺមានពាក្យមួយបាននិយាយថាកីឡាគឺនាំមកសុភមភាពនិងភាពសុខដុមរមនាដល់ប្រទេសមួយជាមួយនឹងប្រទេសមួយទៀតហើយនៅក្នុងឆ្នាំ 1971 គឺប្រទេសចិននិងប្រទេសអាមេរិកប្រទេសទាំងពីរបានដោយសារតែមានការប្រកួតពីងប៉ុងគឺធ្វើឲ្យប្រទេសទាំងពីរមានសុភមភាពដែលគេបាននិយាយថាបាល់តូចបានទាញយកបាល់ធំតើលោកគ្រូនៅមានអារម្មណ៍ថាពេលនេះសម័យនេះនៅមានគំនិតឬក៏នៅមានអារម្មណ៍ថាកីឡាអាចនាំមកនៅសុភមភាពរវាងប្រទេសទាំងផ្សេងជាមួយទៀតតែបានដែរឬទេ 确实现在还会有这样的感受，因为我觉得作为中国乒乓球队，其实去到全世界各地，去到哪里都能够得到大家的尊重和认可。我们有的时候经常也会去欧洲比赛，然后我们去准备大赛之前，我们也会跟欧洲队在那边跟欧洲队一起去训练。他们也非常喜欢跟我们去训练，这样的文化有很多的这样交流，包括他们有的时候来中国比赛的时候也会来看看，他们特别希望能够看看中国队这样一个最高的学府训练的环境是怎么样，他们也来跟我们一起参与过，包括之前在2015年和2017年2次世锦赛这么重要的比赛里，我都跟当时的德国的波尔配合了双打。我觉得这个不光是乒乓球的交流，更可能是一种国家和国家的一种文化交流，可能一种信任吧。谢谢马连。谢谢。像马龙老师，正是因为他刻在骨髓里的热爱和不断超越自己的精神，也是成就了您的体育传奇。特别感谢马龙老师能够今天来到现场和我们分享他的乒乓之路。体育运动其实总能够给大家带来正能量，我们也特别希望龙队下一个新高峰，我们也希望我们中国的健儿们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希望更多的朋友们也能够感受到体育带来的乐趣。那我们下次再见，谢谢大家。